我本千年前南朝太子南风，醉酒后意外穿越到了这个时代，成了这南家遗落在外的6岁真少女。凭借千年帝王智慧，我灭掉了腐朽的旧南家，建立了全新的南氏家族。听说新任家主是个6岁的小孩，真是荒唐！南氏千年基业怎么能交给一个孩子？听说他此前一直在南街养在乡下，没想到一个小土包子穿上这西装就能装大人。南家的未来呀，堪忧了。诸位南氏宗亲，我滨海南家半年前遭遇的事情，想必大家都知道了。然南氏千年传承，不可一日无主，祖宗基业更不可群龙无首。今日我林婉约以当家主母之名，恭请列祖列宗在上，诸位南氏宗亲为证，正式册封南风为南氏全族新主，望尔等同心同德，共赴新主，重振我南氏家威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林老夫人，并非是我等多嘴，只不过这南风尚且年幼，如何能担此大任？这恐怕难以服众吧。家主之位关乎南家千年基业，老夫人是否要慎重考虑？南风乃南氏嫡长孙，继承家业名正言顺，何时轮到你们来质疑？尔等休要在列祖列宗面前放肆！在列祖列宗面前放肆的人是你。七雄，怎么是你？这孩子是……大伯母，谁说南风是南家的嫡长孙？你怕是忘了，你还有一个亲孙子。什么？你是说这是傲天？原来我还有个亲哥哥。奶奶，他们这是来者不善啊。孙儿南傲天叩见祖母，祖母万安。孙儿不孝，自幼离家，不能在祖母膝下承欢孝敬，请祖母责罚。傲天，我的大孙子，奶奶还记得你被你叔叔带去国外的时候，还是个婴儿，没想到已经长这么大了。傲天听说家中有事，我生父南基业违法入狱，南家事业风雨飘摇，而我作为真正的南家嫡长孙，理应回来帮助家族渡过难关。傲天，你有这份心意，奶奶很欣慰。哎，这就是南风弟弟吧？你好可爱，我是你亲哥哥南傲天。听说今天你来是为了继承家主之位，可你还这么小，本应是在幼儿园无忧无虑玩耍的年纪，奶奶怎么忍心让你来背负这么多责任？傲天，你怎么……哥哥，你想说什么？奶奶，孙儿再斗胆多说一句，家中遭逢变故，我父亲您是为了稳定大局，才不得已让6岁的弟弟承此大任，您的苦心，孙儿在国外也感同身受。只是这份千斤重担对弟弟来说太过残酷，也让您太过操劳了。但是现在孙儿回来了，南家的责任应该由长孙来为您分忧，而不是压在一个还需要人照顾的孩童身上。傲天，你能回来，奶奶很高兴，但家主之位我已经定了，就是南风，不可以再更改，也没有商量的余地。你若回国认祖归宗，作为南风的兄长，安分守己，未来好好辅佐他，南家自然有你的富贵。倘若你叔叔这次带你回来是为了让你争权夺位，那你们就好好掂量掂量后果。李婉约，你这个万姓的老寡妇，凭什么在操领全族？我看你就是想侵吞我们南氏家业，真是野心滔天！南天雄，
你休要再次胡言乱语。我胡言乱语？你儿子南基业将南氏基业挥霍至今，如今身陷囹圄。你扶持一个6岁的孩子做傀儡家主，不就是想在背后操纵，将这千亿家业一点点蚕食，最终据为己有，变成你林家的天下吗？一个话都说不全的小屁孩，他有什么资格做家主？这一切不过是你这个老女人在背后操纵罢了。你说我没有资格，难道你有资格？长辈说话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小屁孩插嘴了？南风弟弟，刚才哥哥想着兄弟情深，给你留点面子。既然你这么不识抬举，那就别怪哥哥不客气了。傲天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奶奶，我没有变，我只是在为南家未来着想。您看看南风弟，6岁的年纪，连基本的礼貌都不懂，刚才竟然敢顶撞长辈，这样的人真的适合当南家的家主吗？南风弟弟，哥哥从小在国外长大，接受西方最先进的精英教育。听说你之前一直在乡下生活，别说读书识字，恐怕连1数到100都困难。当然，这不是你的错，只是这样的话，你真的能看懂家族的产业和账目吗？天雄，我当年同意你堂哥将傲天过继给你当养子，让你带他到国外定居。这12年来，你就是这样教育他的。奶奶，您这般指责叔叔好没道理。我并不觉得自己的教养有问题，我只是在关心地为南家未来担忧而已。南天雄，你把傲天教育的也太放肆了。傲天说的有错吗？一个大字不识的野孩子，10以内的加减法他会吗？南氏产业遍布全球，各种复杂的财报和项目书，他看得懂吗？动辄上百亿的资金流动，难道让他掰着手指头去算吗？没错，我们是绝对不会同意一个外姓妇人，还有一个乳臭小儿来做我们南家家主的。都给我闭嘴！你是想造反吗？我乃南氏当家主母，手持宗父印信。你今日若敢再次哗变，休怪我一族规，严惩不贷。林婉月，我这把老骨头还没死呢。我等南氏晚辈拜见老太爷。父亲，您怎么回来了？我若再不出来，整个南氏家族是不是要被你看得天了？林婉约，我且问你，在这南家，谁的地位最高？在你眼里，还有没有我这个南家老太爷？奶奶，他是谁？凤儿，这就是你父亲南基业的爷爷，也就是你的太爷南望海，也是我们南氏家族辈分最高的长者。12年前随南天雄一起定居国外，从不过问家族事务，没想到这次也回来了。你就是我那个不孝孙子南继业养在乡下的小野种，那重孙南风吗？重孙南风恭请太爷爷圣安，承蒙太爷爷垂询。南风虽长于乡野，然血脉相承，不敢忘本。今日得见太爷爷圣言，实乃南风之幸，愿太爷爷福寿安康，南氏宗族昌盛绵延。哼，轻言密语，油嘴滑舌，你这套把戏，或许对你奶奶有用，在老夫面前就免了吧。重孙南傲天，叩见太爷爷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才是我们南家的
好重生呐，不像某些人，哼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同样是南家的子孙，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原来如此，这就是所谓的家族长者偏心到如此地步。哼，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放肆！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，敢这样跟我说话？小野种，谁允许你向太爷这么说话的？果然是乡野长大，毫无教养，还不快跪下磕头向太爷爷认错！好啊，只怕太爷爷承受不起我这一跪。太爷爷，南风弟弟怎么可以这么说话？我从小就被教育要尊重长辈，可南风弟弟他这样会让外人笑话我们南家的。大逆不道，大逆不道啊！这个小畜生竟然如此狂妄！我活了90多岁，还从来未见过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孽障。林婉约，这就是你教育出来的好孙子。这还不赶快向老太爷跪下磕头道歉？要不然我今日就要清理门户，将你赶出南家。好，我跪。本太子可是这老东西的祖宗，让本太子给他下跪，只怕他会当场吐血而亡。我的心脏！太爷爷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南风，你看你把太爷爷气的，太爷爷年纪都这么大了，你怎么能这样气他？小畜生，如果把老太爷气出个好歹，我跟你没完！你不用我下跪。既然太爷爷不需要，那我就不会了。少爷这血脉压制的神通，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啊！太爷爷，你可千万别气坏了身体啊！老太爷，你为何让他不跪啊？你可千万不能对他心软啊！今天非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尊卑！谁说老夫心软了？小兔崽子，你只跟老夫下跪可还不够？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孽障！今日你敢在祖陵对我这个长辈不敬，你必须对南氏的列祖列宗行3跪9拜大礼，以赎你罪。尔等可知，尔等祭拜的列祖列宗皆由我使。哼，要我跪，你们还不配！疯了，疯了！他简直是疯了，竟然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！哎呀，老太爷，你也看到了，林婉约和南风上无规矩，下无敬畏，如此子孙如何能成我南氏大业？弟弟，你怎敢在列祖列宗面前如此口出狂言？你就不怕南家老祖宗降罪，让我们南家万劫不复吗？大逆不道，想让南家万劫不复的是你们！啊！看到了没有？天怒人怨，祖宗显灵了！今天你这个不孝的孽障，必须向南氏的列祖列宗磕头谢罪！南天雄，这可是你让我跪的，你别后悔！风儿，你要干什么？奶奶放心，这横跨千年的旧仇新账，我今日要一并清算。我之后人血脉凋零，竟出了尔等不孝子孙，妄图颠倒宗祠，以旁代敌。今日我南风在此，尔等谁敢受我一拜？风儿，不可，快起来！看到了吗？武宗真的显灵了！喂，给我跪下，让列祖列宗好好看看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孽障！跪下！小丫头，这就是你狂妄的下场！师傅，快把地宗不
这怎么会这样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是你，都是你这个小孽障，惹怒了祖宗，祖宗降下神罚了。太爷爷，叔叔，你们不会真的以为墓碑坍塌是因为南风弟弟几句胡言乱语吧？是什么意思啊？太爷爷，你想想，那些墓碑已经矗立了近1000年，经过了无数风吹雨打，早就年久失修了。你看那些裂缝，明显是经过长年累月风化造成的，石材老化，结构松动，说不定今天刚好遇到地质活动，自然就坍塌了。傲天说的没错，这就是个巧合。而且太爷爷，如果真的是老祖宗显灵，那为什么不是惩罚南风弟弟，而是墓碑自己坍塌的呢？这明显不符合逻辑啊！对，傲天分析的没有错。哎呀，老太爷，你可千万不要被这个巧合给吓坏了，这就是个意外。是，这就是个巧合。没错，这就是个巧合。墓碑年久失修，倒塌很正常啊。小畜生，你以为你几句风言风语，再加上这点巧合，就吓到老夫了吗？今日老夫念你年幼，就不和你这个小娃娃计较了。父亲，其实您不了解风远的能力，其实他是……老太爷，这个小畜生他就是个祸害，不能让他继续留在南家，胡作非为，更不能让他继承南家家主之位啊！老太爷，论祖宗的规矩，傲天还是嫡长孙，请老太爷立傲天为新任家主。父亲，不可！南天兄，论血缘，傲天是我的长孙，但是他自出生就过继给你当养子，从身份上来说，他没有资格继承家主之位。奶奶此言差矣，自古帝王传位要立嫡立长，但更要立贤。若嫡长子孙昏聩无能，为保社稷，亦可另择贤能。我南傲天同为南朝皇室血，难道就因为过继的身份，要眼睁睁看着南家1000年基业断送在一个吃鱼小人手中吗？傲天，你奶奶，我知道您心疼南风弟弟，但感情归感情，家族大业不能儿戏。南风弟弟6岁的年纪，连字都认不全，怎么能承担得起南家1000年基业这份重任呢？傲天虽然年少，但从小接受精英教育，对管理和经商都颇有心得，或许我能更好的承担起这份重任。好，傲天说的好啊！傲天小小的年纪就有如此的见识与担当，实乃我们南家的麒麟之才呀！太爷爷过奖了，傲天只是说出了心中所想。傲天虽然年少，但天资聪颖，沉稳干练，智慧和能力远超同龄之人。我认为傲天比南风更有资格，也更能胜任我们南家家主之位。老太爷说的有道理。林婉约，如果你执意要推家族第3代来挑大梁，那我宁愿支持聪慧贤明的傲天少爷。没错，傲天少爷虽然只有12岁，但文韬武略远非是那个乡野庶子可比的。我也全力支持傲天少爷。傲天不敢辜负太爷爷和各位叔伯的信任与厚望，我定将竭尽全力为南家复兴鞠躬尽瘁。好。傲天8岁起早已展现出超凡的商业天赋，我这一生最恨的就是任人唯亲，私为蔬菜。为了我们南家的未来的发展，能者上，庸者下，贤者聚之，方为正道。老太爷大公无私，令人敬佩。真是一出群狼仕途的好戏，竟能将谋权篡位说得如此冠冕堂皇。父亲，风儿虽然年幼，但是他的能力您还没有了解，儿媳恳请您给他一个机会。婉约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既然如此，老夫就给他们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。今日祖陵的墓碑坍塌，实为不祥之兆，家族册封大典不宜继续进行。待祖陵修缮完毕，风水重整之后，
老夫再从傲天、南风二人当中择优立为家主。太爷爷深谋远虑，傲天敬服。既然你们二人有金正家主之心，那就以实力定高下。老夫将设3重考验。哼，一考商业谋略，2考文韬武略，哼，3考品格德行。老太爷此举公正无私，天兄心服口服。正好2日之后，江省商会将联合江省首富顾家，在沪城举办商业峰会。这第一考就是傲天和南风各自准备一份商业计划，在峰会上展示，谁能赢得顾家的青睐和投资，谁就证明了自己的商业才能，谁就能在这场储君之争中先拿下一城。太爷爷，傲天愿意接受这个挑战。南风，你敢接受这次挑战吗？还是说你觉得自己不如傲天，准备退缩？有何不敢？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2日后的商业峰会就是你们的第一个试炼场。太爷爷，傲天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故事商业峰会，哼，有意思。傲天啊，过2天的商业峰会，你可有赢的把握？叔叔放心，傲天从小跟着您和太爷，早已深谙商业之道。南风只不过是个6岁的乡下小野种，恐怕连份像样的计划书都写不出来。父亲大可不必担心，毕竟山鸡怎么能和凤凰相提并论呢？傲天弟弟，你尽管放开手去做，我们都会在背后一直支持。嗯，哈哈哈哈哈！学弟说的对，哈哈哈哈！傲天，明天的商业峰会，你呀，尽管放心的去展示自己的才华，结果早已注定。哈哈哈哈！太爷爷，您的意思是？传闻说顾家专门为南家举办了这次商业峰会，难道说这传闻是真的？顾天成和我是好友，这次顾家已经内定我们南家为深度的合作伙伴，其他的企业和家族不过就是个陪衬。傲天，商业峰会上的比试不过就是一个过程，是太爷爷为你铺的路吧。这样一来，傲天必胜无疑啊！南风那个小野种就等着在峰会上丢脸吧。谢太爷爷，傲天原本还想凭真本事获胜。好孩子，有志气。不过商场如战场，该用的关系还是要用的。到时候我要让全江省的商界精英都看一看，什么才叫我们南家的真正的继承人。是的，太爷爷，傲天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风儿，我听说傲天从小跟你太爷爷学经商，而且顾家家主顾天成跟你太爷爷又是忘年交，我担心明天的比试对你不公。奶奶，你忘了顾家是谁的人？这些人里面，全国4大家族，傅家、顾家、李家、白家的家主。少爷，老夫人，顾家家主到了。江城顾家家主顾天成拜见主上。起来吧。主上，昨日南氏祖陵的事儿，属下已经听说了。南天雄和南万海简直大逆不道。明天的商业峰会是否取消他们的入场资格？不必，你按正常流程进行就好。有时候给敌人留些虚假的希望，会让最后的绝望更加深刻。属下明白了。记住，不要暴露我们的关系，更不要暴露你的身份。是，属下遵命。
南家老太爷南万海竟然出山了。哎，看那个少年啊，就是南家从小送到国外培养的商业天才，果然是气势不凡呐。风儿，那是南千雄的女儿南雪莉，你的堂姐。那个就是南家的新家主，6岁的小屁孩。这6岁小孩来参加商业峰会，这不是闹着玩吗？南风弟弟，没想到你真敢来，有何不敢？南风弟弟，那套先破后立、革故鼎新、建立新南家的事，我也听说了一点。我承认你的确有点本事，仅用半年时间就让滨海南家的事业重回巅峰。但你那点商业天赋，在我面前不值一提。8岁的时候，我就跟着太爷爷跟国外的大集团谈生意，10岁的时候就开始逐步接手南氏集团海外分公司的业务，就连哈佛商学院的教授都夸我是100年难遇的商业奇才。既然你给脸不要脸，等我成功拿到顾氏集团的投资，让你建立的那个所谓的新南家再次破产，将你打入尘埃，让你沦为乞丐。哼，是吗？那我拭目以待。傲天少爷，听说这个南风也是一个商业天才，这次您和他同台竞技，还是要小心一些。那个小野种也配叫天才？他也配和我争？我只需略施小计，就能让他连上台的资格都没有。南风弟弟，哥哥再好心劝你一次，这场商业峰会不是你这个6岁的小孩该来的地方，你应该参加的是幼儿园6·1儿童节的才艺晚会。你唱个小白兔白又白，挺适合你的。你是想让我退出竞赛？你不会是怕我了吧？笑话，我会怕你一个憋不住尿的小屁孩？哥哥是真心想帮你，项目说明会需要展示商业计划的 PPT， 可我看你连电脑都没带，不会什么是 PPT 都不知道吧？你会用电脑吗？不会用也没关系，哥哥教你，给你看看哥哥的 PPT。 不需要。南风弟弟，哥哥不想为难你，但你的态度让我很失望。哼！啊！南风弟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毁了我的电脑？南风弟弟，就算你害怕输给我，也不能故意泼水弄坏我的电脑啊！连自己的亲哥哥也敢害，这孩子可真恶毒。傲天，这是怎么了？南傲天，你的演技确实不错，但你以为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就能陷害我？我没有演戏，更没有陷害你，是你害怕输给我，故意毁了我的电脑，大家都看到了。看来这小巴掌又要来了。你敢打我？不给你一巴掌，岂不是对不起你演的这场戏？你敢打我？不给你一巴掌，岂不是对不起你演的这场戏？你这个小畜生，你竟敢对你哥哥动手！小野种，你疯了吧？居然敢打傲天！南风弟弟，你为什么打我？我是想帮你。我知道你害怕在这么多叔叔阿姨面前丢脸，所以才毁了我的电脑。可你为什么打我？还6岁就这么凶狠，长大了还得了？连自己亲哥哥堂姐都打，这什么家教啊这是啊！父亲，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。风儿他……住口！我亲眼看到的还要假吗？这个小畜生竟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对他的哥哥动手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！老太爷，少爷他是因为……下人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插嘴？闭嘴！太爷爷，叔叔，你们别怪南风弟弟了。
可能是我刚才说的话让南风弟弟觉得丢脸了。我不该说他不会用电脑的，都是我的错。昊天呀，你就是太善，有些人啊，他就是不知好歹。你看看，你把傲天伤成什么样子了？这么小就如此的心狠手辣，你们南家的家教可真是……人家哥哥好心帮忙，他恩将仇报，就这样的孩子能当家主？我看呢，这南家要完喽！你这个孽障！你知道你今天在做什么吗？你竟敢当着江上所有商业经纪人的面对你哥哥动手，你是想毁坏我们南家的名声吗？没错，南家千年的声誉都叫你给毁了。太爷爷，这个乡下来的小野种这么无法无天，你可要替南家的列祖列宗好好教训他。太爷爷，叔叔，你们别这么说弟弟，他还小，不懂事。弟弟，哥哥不怪你，但你这么做真的会让大家笑话我们南家的。傲天，你住口！现在让这个小畜生立刻跪下道歉，否则我就以你南家老太爷的身份，立刻将你逐出南家。道歉？凭什么？你还敢顶嘴？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畜生！像这种野小子，就应该送到少管所去劳改。对，南风弟弟，你就道个歉吧，哥哥真的不会怪你的。祖母，此等小事我能应付。各位在场的都是商界精英，想必都有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。我请问你们，如果我真的想毁掉南傲天的电脑，为什么会选择在众目睽睽之下动手？而且我一个6岁孩子，身高还不到桌子高，如何能够精准的将茶水泼洒到他的键盘上？南风弟弟，你分明在狡辩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是你拿起的茶杯，是你泼的水。是吗？那我倒要问问，刚才是谁主动走近我，还特意翻开电脑给我看？这又是为什么？我只是想帮你。帮我？你明知道我没准备 PPT， 却偏要在众人面前提起，这是帮我，还是在羞辱我？够了！你这个小畜生，自己做了错事，还在这强词夺理。没错，事实就摆在眼前，你还在狡辩什么？太爷爷，您一口一个小畜生，您是不是忘了，您也是南家的人？再说了，我是小畜生，您是什么？老畜生。别激动，我怕您这一口气上不来，我还得给您做人工呼吸。既然各位都说事实摆在眼前，那我们不如看看真正的事实。这里是商业峰会的会场，想必到处都是监控摄像头。我要求调取刚才的监控录像，还原事实的真相。风儿不愧是南家老祖，遇事不慌，从容应对。南风弟弟，就别浪费时间了，监控录像又能说明什么呢？怎么，你怕了？我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没必要。南风，这个小孽障，自己做了错事不思悔改，还准备在这兴师动众调什么监控？你这是在侮辱我们所有在场人的智商！小野种，打了人还这么嚣张，简直就是大逆不道！对呀，我们都看到了，还要什么监控？这孩子真是太狡猾了。做错了事还不承认。南风弟弟，你就别闹了，哥哥不会怪你的。不会。既然南风少爷想看监控，那就看一下。胡家主，胡家主，我作为本次分会的主办方，有义务维护峰会的秩序。要保证公平公正，既然有争议，那就用事实说话。天成，这是我们南家的家务事，就不劳烦你了。南老太爷，按道理我是不应该管的，但您德高望重，享有商界的盛誉，又是南氏宗族的老太爷，想必你也想知道事情的真相，给晚辈一个公正的结果吧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就……南老太爷客气了。南风少爷，我可以让人
调取刚才的监控录像。库叔叔，这样没必要，这样会耽误峰会正常进行的。傲天少爷，既然要查，就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去，把刚才茶歇间的监控录像调出来。竟然是在自己喝的，这怎么可能？傲天弟弟，你一定是有什么苦衷，对不对？傲天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不是的，我只是想测试一下弟弟的反应能力。测试反应能力，这分明就是陷害。这孩子的心机未免也太深了点吧？傲天还只是个孩子，做事没有轻重，你们不能对一个孩子这么苛责。各位，一定是南风耍心机陷害自己的哥哥。没错，傲天是南家的嫡长孙，长孙为大，这是祖制。父亲，您作为南家最高的长辈，你怎么如此偏心？事实就摆在这里，你还是在为他开脱。林婉约，你给我住嘴！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你只是一个外姓的儿媳妇，你有什么权利指责长辈啊？太爷爷，您刚才说傲天只是个孩子，那我也只是个6岁的孩子，为什么刚才您要求我跪下道歉时就不说我是孩子了呢？您又说长孙为大，可是按照年龄我比南傲天小，按照辈分我们是同辈兄弟，是真正的长幼有序，应该是兄长保护弟弟，而不是兄长陷害弟弟。小野种，你还在这狡辩？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太爷爷，您口口声声说要公正，但您的公正又在哪里？这孩子说的有道理，才6岁就能有这样的思维逻辑，真是不简单呐。老夫人，少爷真是太厉害了。风儿，你刚才说的太好了，来，我给你点赞。这该死的小野种，竟然敢在众人面前出风头！老太爷，你也看到了，这个小野种野心这么大，口才这么好，将来必定是个祸患。你现在赶紧出手帮帮傲天吧，免得这个家伙这么嚣张。天兄，老夫既然说了要公平公正，那就是一言九鼎，绝不会轻易改变。况且老夫就不相信这个乡下的野孩子能够比得过傲天。傲天从小接受西方的精英教育，见识和能力岂是这个小野种能比的？是，老太爷您说的是。别担心，傲天弟弟，他不过就是嘴皮子功夫厉害，真正的商业竞争，他绝对不是你对手。姐姐说的对，我从小在国外学习商业，接受西式精英教育，那个小野种还在乡下玩泥巴，他怎么可能比得过我？各位来宾，下午好。现在开始项目展示环节，首先有请南傲天少爷上台展示。各位叔叔阿姨，我是南傲天，今天我要向你们展示的是全球海外投资项目计划书。这个项目将整合国外优质资源，通过大数据分析，精准投入海外股和房地产。我们预计年收益率将会达到30%以上。30%的收益，太惊人了！为了展示我的实力，我现在就当场演示。我随手买入一只海外科技股，大家看，短短几分钟，这只股票就涨了5%，这就是我的商业天赋。好，太厉害！傲天少爷才12岁就能做出这样的投资，这孩子简直就是商业天才啊！傲天弟弟好样的，不愧是我们南家培养的接班人。是啊，这才是我们南家真正的继承人，我的真嫡孙子，这是我们南家未来的希望啊！傲天啊，打小就展现出非凡的商业天赋，果然没让我们失望啊！虽然风儿能文能武，但是海外投资这种事，之前他完全没有接触过，能比得过傲天吗？奶奶放心，他刚才买的那只股票，
马上就归附。什么？感谢南傲天少爷的精彩展示，接下来有请南风少爷上台。他怎么什么都没带呀？不过就是一个6岁的孩子，他懂什么商业展示？老爷，您看吧，这连最基础的准备都没有做，这不铁了心想让咱们南家丢脸吗？南风弟，刚才哥哥的展示你都看到，现在轮到你了。请问你现在准备如何为大家演讲呢？你的 PPT 在哪儿呢？你的项目计划书呢？我没有准备 PPT， 也不需要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什么？没有 PPT？ 南风，这是商业展示，不是过家家。南风，这可是正式的商业比试，你这样做是想丢我们南家的脸吗？南风，你在胡闹吗？你非要把你太爷爷气死吗？弟弟，你现在年纪还小，肯定不懂这些复杂的投资和商业运作，不如你现在就认输吧，免得待会儿更加丢脸。哥哥不会笑话你，毕竟你只是个6岁的孩子。不懂的人是你，南傲天。什么？你刚才买的那只股票，马上就跌。胡说八道！那只股票刚刚还在上涨。你这个小兔崽，少在这口若悬河。南风弟弟，你这是在嫉妒哥哥吗？那只股票现在还在……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居然真的跌了！这不可能！因为那家公司刚刚被爆出财务造假，股价必然暴跌。而你，南傲天，连这点基本市场信息都不知道，还敢在这里班门弄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在西方接受精英教育久了，脑子也西化了。看来不知道有一句古话：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你，既然你说我小小年纪不懂投资，那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商业天赋。我为南家新成立的投资公司买入了这只新能源股票。天哪，涨了15%！这个6岁的孩子，难道真的是商业天才？短短几分钟，我已经为南家赚了3000万，这就是真正的商业实力。